Hello， 大家好，爱种菜的洗小厨又来了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爱种菜人士的附加福利，我要分享7种我们平时种菜时顺带就可以收获的宝贵的可食用的副产品。有的你可能没吃过，下次在种菜时千万不要再扔掉了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吧。夏末和初秋，小菜园里的玉米成熟了，颗粒饱满的金色玉米，新鲜，看起来就很甜的样子。煮一锅玉米，浓浓的玉米味儿，还没吃就让人流口水了。在吃玉米的同时，有一样东西我们千万不要扔掉，那就是玉米须。特别是我们自己种的有机玉米，长出的无农药玉米须其实非常珍贵，因为它可是非常好的药膳食材。玉米须有开胃、利尿、清热解暑的作用，而且对三高病人很有好处，可以辅助降低血糖、血脂和血压。那么这么有益处的玉米须怎么食用呢？一般我会用它来煮玉米须茶喝。方法如下：先把刚从玉米上剥下来的玉米须，最上端长在外面的棕色部分剪掉，这部分风吹雨淋的不够好，留下被玉米包裹的浅黄色的部分就行。用清水洗一洗，自己种的没有农药，所以简单的头洗一下就可以。然后挤出水分，取10克，加700毫升的清水。我用的是养生壶来煮，选泡茶程序就可以了。如果没有养生壶，也可以用不锈钢小锅来煮。方法呢，就是水烧开以后煮5到6分钟就可以关火了，然后就可以倒在茶杯里慢慢饮用啦。可以像我这样热饮，如果煮得多的话，也可以晾凉之后倒在水瓶里，放在冰箱冷藏保存，2天之内喝完就行。玉米须茶不宜饮用过多，每天1杯正合适。如果采收的玉米须很多，暂时喝不完，那么可以晾干保存。晾干之前不需要清洗，在天气好的情况下，2到3天就能晾干了。我这些呢，放在棚子底下晾了大约1周才干透。干透之后装入保鲜盒或者茶叶罐中，就可以留着以后慢慢的泡茶喝了。晾干的玉米须在使用之前记得洗一洗再煮哦。我很喜欢这种甘甜的玉米的味道，感谢大自然的馈赠。第2种副产品，如果你种了佛手瓜，那么接下来这道美味一定不容错过。它就是佛手瓜瓜藤的嫩尖儿，人们给这种嫩尖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，叫龙须菜。这种菜也是非常有营养又美味的，我们这里在超市或市场是买不到的，只有自己种了佛手瓜才会有这个口福哦。用手轻轻一掰，一般在第1节的部分就会折断，这个位置是非常鲜嫩的。什么？龙须菜怎么做好吃？下面就让洗小厨分享一个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吧，比炒着吃好吃多了。先把水烧开，在水中加入1勺食盐，一点点植物油，然后下入洗干净的龙须菜。当水再次烧开约1分钟以后，就可以把龙须菜捞出来，放入凉水中投一下。投一下凉水可以保持口感更好，并且保留住翠绿的颜色。然后把投完水的龙须菜装入盘中，再拿出一个小碗调酱汁，加入蒜末、白芝麻、生抽、陈醋、蚝油、少许的白糖、1茶匙的香油、1汤匙的清水。如果这时觉得味道还不够，还可以再添一点点的盐做补充。喜欢吃辣的还可以加一点辣椒油。然后把这碗调好的酱汁淋到焯好的龙须菜上就可以了。
这道菜的味道清淡又不乏味，口感清脆又不难嚼，真是夏日里营养健康的佳品。看到这儿，估计有人会对于什么时候采摘龙须菜有疑问。现在来简单解释一下吧。龙须菜的采摘期其实挺长的，在夏季刚开始时，一般佛手瓜的瓜藤就开始疯狂的生长。我一般等到瓜藤开始爬到架子上面时，就可以开始采摘它的嫩尖了。而且其实这一摘就等于给瓜藤摘心了。摘了之后会分出更多的子蔓和孙蔓，所以说龙须菜会越摘长得越多。一般龙须菜的采摘期在我这里可持续整个夏天，大约3个月左右。等到了秋天，当你看到有花蕾出现时，就可以停止采摘龙须菜了。这时候佛手瓜要开始准备结瓜了。如果你也想种植佛手瓜，但是却不了解怎样种的话，可以参看我那3个种植佛手瓜的视频哦，链接我会放到说明描述里。第3种副产品，我们叫它豆尖儿，有时候也叫豆苗。如果你种了豆科植物，像荷兰豆、豌豆、甜豆等等，在它们还没有结豆荚之前，你也可以品尝到新鲜的豆尖儿。而且和刚才说的龙须菜一样，豆尖儿也是越摘藤蔓分支就越多，有助于结更多的豆荚哦。豆尖儿不能留太长，一般只有最顶端的1-2节才最鲜嫩，再往下就太硬了。这个做法就不详细说了，蒜蓉爆炒、凉拌、煮汤都很美味哦。第4种就非常有特色了，每到春夏我都会种几棵西葫芦，产量也都颇丰。但是种西葫芦的好处可不只是能吃上西葫芦这一点，因为它的花也是很好吃的。前段时间我在一家菜品很有特色的餐厅吃了一道印象深刻的前菜——西葫芦花天妇罗。这道菜用了西葫芦的雌花，里面填充了羊奶酪，外面裹上面粉，炸出的味道很独特。由于是用了羊奶酪，略膻，不习惯这个膻味的话，我觉得换成牛奶酪会更好。下次种西葫芦可要试做一下哦。第5种副产品就是红薯叶了。如果你也像我一样种了红薯，那么也不要错过尝尝它的嫩叶的机会。有人说食用红薯叶就结不了红薯了，其实啊，如果红薯叶长得特别茂盛又不修剪，那么茂密的枝叶也会消耗很多的营养，那样供应给地下红薯的营养就会减少，也会影响到结红薯。所以只要适量采摘红薯叶，保留足够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叶子数量就行了，这样适量的去留才能结出又多又大的红薯。再说剪下来的红薯叶吧，越嫩的部分越好吃，当然只要新鲜没有虫害的都可以食用。如果是比较老的部分，可以把硬硬的茎去掉。适量的修剪红薯叶，既给红薯节省了养分，也丰富了餐桌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第6种副产品，莴笋叶。莴笋是莴苣类蔬菜的一种，它与油麦菜和生菜同宗族，又叫茎莴苣，所以莴笋大家都知道是主要食用它的茎的，但是它的叶子也是很好吃的。我经常就把莴笋的叶子当作生菜涮火锅吃，一样美味健康。当然和前面的红薯叶一样，采摘也是要适量的，而且我都是从最底下的叶片开始采摘，每颗一次采摘1-2片就可以了，剩下的还是要让它继续生长，才能长出粗壮的莴笋茎哦。第7种可以食用的副产品就是花生叶。花生大家都很熟悉，但是种了花生，其实你还可以得到这个副产品，那就是花生的叶子。花生叶也是有药用功效的，其中最重要的功效就是改善失眠，缓解高血压。
其次，花生叶中还含有 B 族维生素，对肝脏也有好处。做花生叶最方便的做法呢，就是煮花生叶茶。用鲜嫩的花生叶子洗干净后，加入适量的水，水烧开以后，再煮5到10分钟就可以了。经常失眠的人或者经常饮酒的人，可以试试这个哦。以上的这些美味你都试过吗？没试过的话，下次种菜时可别浪费了，种一次能收获双倍美味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点个赞吧，关注席下厨和他的菜园子，更多的家庭有机种植分享等着您哦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一期再会。